讲得罪到谁好不好？你得罪到全台的纳税人呐！你拿政府的钱补助、补充、帮助。补助的目的是让这些人在最艰困的时候有人助手一把，助了，那他就往上走。那如果你没有得奖，那你为什么会去拿补助呢？国库通党库，党库通底库，底库通库底，库底吃光光。我拿什么补助？我补你妈啦！艺术必须要干预政治，我就是要干预政治，把补助给我交出来。你一边拿纳税钱，一边收了补助，补助是让他拿来跟政府要钱，政府还真的给他钱，政府给了他钱之后，他要继续要下一轮的补助啊，噔，他觉得他拿钱拿的理所当然啊？为什么？我们缴了钱被这些人拿去爽啊？这真是神逻辑，还在那边说很衰。我太难了，靠市场养活自己通常是有非常长的一段年份要熬。只有你要熬，其他人不用熬吗？市场不要你啊！我要的理所当然啊！时间很长啊！不是我不努力啊，是这个社会不争气啊，是社会没有让我有发光发热的机会呀！所以你不能怪我啊！那我的税金呢，大姐？我税金为什么要丢在你身上？因为赖清德执政哦，因为蔡英文执政哦，我想拿，我想要饭不行哦。合法的饭你不要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民进党的青年部所发表的一则影片，我的钱呢？饶舌歌手杨舒雅里面写说，合法的饭你不要吗？说最近大家听过爆红的乳男 freestyle 吗？刚私下三人主义遮羞布的舒雅今天来揭穿蓝白乱砍预算的真面目喽！完全不知道什么乳男 freestyle 啊 freestyle 吗？你有 freestyle 吗？我本来就是要来要饭的嘛，怎么了吗？合法的饭你不要吗？其实像文化部的业务费被统动30%。那像是金曲奖、金鹰奖这些对音乐人来说非常重要的舞台，同时我也有非常多的朋友，他是透过金鹰奖发迹的。那在业务费被统动那么多的状况之下，我们要怎么确保这些奖项的品质，是我非常担忧的。金曲奖、金鹰奖这个是很重要舞台，当然同意。那是不是应该给予一些优质的创作者一些补助，也没有问题？可是补助、补充、帮助。我们现在补助已经不是补助了，我们叫大助、特助、全助。那请问你是不是就变成政府在养你呢？那如果是政府在养你，这原本是个帮助的东西，你把它变成一个理所当然的东西，这就是今天整个事情最大的争点嘛。大家不爽的点不就在这里吗？你可以随便拿，为什么其他人拿不到？可是你拿了补助，你有得奖吗？如果拿大奖，大家自然而然认识你啊，需要特别的去标记你吗？好，这是最大的问题。他很担忧，问题是真正已经得奖的人，他需要担忧有没有补助吗？是不是这是这个逻辑闭环了，对吧？补助没有补助完蛋，有补助了，你看对我讲那么棒。那如果真的讲那么棒，经过补助，理论上来说你应该领奖啊，可是你没有领奖啊，所以你只能继续靠补助啊。补助的目的是什么？是让这些人呢在最艰困的时候有人助手一把，助了，那他就往上走。可是你拿了补助，你能得奖。那如果你没有得奖，那你为什么可以继续拿补助呢？因为我们常常讲说，艺术必须要干预政治。这句话我已经有点绷不住了哈！艺术直接说给我补助，我就是要干预政治，把补助给我交出来啊！我就是屌我就是奉旨起誓。因为如果补助你可以拿奖，那你就不需要再补助了，所以补助到可以拿奖这正常嘛？那补助不能拿奖，那也很正常，但就不该继续补助，因为代表他不适合这一途。补助了你，你还去干预政治，那你是什么东西啊？你一边拿纳税钱，一边收了补助，这样补助创作出来的东西去影响政治，拿更多的钱吗？所以那到最后是闭环，就是什么？他的补助是让他拿来跟政府要钱，然后政府还真的给他钱，然后政府给了他钱之后，他要继续要下一轮的补助，然后哇！所以这个人的这个逻辑非常的强啊，他觉得他拿钱拿的理所当然啊，为什么啊？这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这其实是所有我们在做艺术尝试要去翻转这个政治体制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那代表他们要翻转什么？翻转民进党吗？那你翻转了还需要补助吗？而且除了硬体以外，我们要怎么样让人才在这个环境中长出来，同时愿意继续待下去，其实都是需要非常多的经费投资的，都有非常多的经费投入的。断了你的补助，它其实就形同断了音乐人的生计。单靠市场生存本来就是文化人最终的理想，在我们真的能够达成靠市场养活自己之，通常是有非常长的一段年份要熬的。政府在做补助，就是为了要帮助音乐人熬过你前面那。只要你要熬，
其他人不用熬吗？但是你呢，市场不要你啊！我们做频道到现在都是个人的捐款啊、赞助啊，那为什么这些人要给我们捐款赞助呢？名义上叫捐款，实质上是什么？因为讲的不错嘛，好小子，你有内容嘛，你频道行啊。给你赞助嘛，那也是你的一个商业途径嘛。你要有能力呀，你要能够吸引大家来抖内你啊。我要的理所当然啊，时间很长啊，不是我不努力啊，是这个社会不争气呀，是社会没有让我有发光发热的机会呀，所以你不能怪我啊。那我的税金呢，大姐？我税金为什么要丢在你身上啊？因为赖清德执政啊，因为蔡英文执政啊，我这执政我爽啊，我想拿，我想要饭不行哦。那一段没有办法单靠音乐来维生的那段时期，让他可以不要因此而放弃。今天政府的补助本来就是我们音乐人可以拿来用的资源。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单靠音乐为生的话，那你就不适合这个市场，那你就该被淘汰，不是吗？那理论上你该被淘汰啊，但你没有被淘汰是因为政府给你钱。那给你钱之后呢？你的说法是什么？音乐要干预政治，艺术要干预政治，那你要干预政治，让政治再给你钱，你自己闭环。所以难怪你要很长，因为隐藏在你的话语之下，就是我可以无限要饭嘛。啊，我本来就是要来要饭的嘛，怎么了吗？合法的饭你不要吗？对他断章取义报告，这就是民进党青年党部正式的发文，是他真的正式的发文。要饭其实在我们的社会秩序维护法里面是不合法的，但是乞丐当到如此理直气壮，我就是要饭，而且合法的饭，这一点呢，确实也是让人刮目相看哦。然后他深刻体会到政府补助对音乐创作者有多重要，所以他可能从一开始到现在就是一个政府补助所养出来的咖。所以你现在要补助，已经要到倒反天罡了，嚣张到敢站在第一线，然后说我的钱呢？你的钱呢？我才要我的钱呢！我的钱呢？他妈的，我的钱丢到水里面去了！养你这种人，超夸张，超夸张，超夸张！杨舒雅，他自称叫饶舌音乐的创作者，山爆这些家伙，他们就闭嘴了，赶快去打工洗碗。猜出来之后，大家傻眼，因为这个是民进党青年党部发的公开帖，就像是民进党党团在脆上面发帖一样，那是民进党的官方立场，用官方立场。第一集就做这个合法的饭你不要吗？你可见扭曲到什么程度？这些年国家已经被这些蛀虫吃了多少？杨舒雅，你不要骗人了！你不是光靠补助、申请补助而在创作之路痛苦的那种饶舌歌手，你是明明有个正当工作，你不是好好当着民进党立委伍丽华的助理吗？你有没有领立法院薪水？如果领立法院薪水，你有没有同时跟文化部申请补助啊？一边当执政党的立委助理，一边让立委帮他申请补助吗？立委还可以一边质询文化部补助下来的吗？八炯说：“我来要文化部的钱，我来跟文化部讨饭吃啦，我们来赚文化部的钱。”为什么八炯那么嚣张喊出来？大家都在啄公粮米粮啊！伍丽华在中兴大楼21014，就是2楼1014的伍丽华委员助理名册丢出来，助理杨舒雅山一般的证据，铁一般的事实，原来是民党立委助理哦，假党假铁干假阿鲁米全都要。太贪了，难怪要挺民进党。好为善的人哦，第一次看到吃文化吃不了苦，还这么没骨气玩饶舌。伍丽华跳出来回应：我们家的助理舒雅很倒霉了，还不知道是得罪谁了。还好一段访问啊。好像捅到马蜂窝，还有红裙袭击这是我脸书下方还来骂一堆要换的不胜其扰啦。嘻哈的就像摇滚一样，就是他其实是对抗世界用这样子单刀直入的方式告诉我说他未来会注意，那会谨言慎行。那我想希望这样的风波就能够平息。意思是说他们舒雅好倒霉哦！你拿政府的钱，国库通党库，党库通底库，底库通库底，库底吃光光，超级无敌不要脸！我们缴的钱被这些人拿去爽啊！这真是神逻辑，还在那边说很衰、很倒霉，得罪到谁？我跟你讲，得罪到谁好不好？你得罪到全台湾的纳税人呐！以本人从事音乐创作也从未领过任何一项政府补助，那你出来叫什么？本人任职工作目前亦未领过任何补助，让酸民失望了。我的助理舒雅超棒。他的才思敏捷，才华洋溢负正义感，有责任心，认真工作，孝顺父母。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他的母亲林前一个
个告白舒雅的好，舒雅才来半年，见到他与大家好感情，我忍不住掉下眼泪。才来半年，所以他对于补助这件事情这么的有感觉。所以杨舒雅，请问他半年前在做什么？舒雅的回应是舌尖上的嘻哈饶舌魂啊，掷地有声，单刀直入，超霸气。比起要饭的碗，舒雅所丢掉的是国王的新衣。那你呢？你觉得杨舒雅比较强的刷1，你觉得闽南郎比较强的你刷3，真的比你还强。所以委员，这是民进党青年部做的声位影片吗？从事音乐创作以来，未领过任何一项政府补助，那如何以身为嘻哈歌手来深刻体会政府补助对音乐创作者的重要呢？作为嘻哈歌手，舒雅深刻体会政府补助对音乐创作有多重要，要么就是你领补助，然后你假装没领，或者是你用其他方式领，不是你自己本人领，但你用其他方式领。歌手都是靠贩卖自身的才艺赚钱的，如果这样算乞讨，那周杰伦也是乞丐。亲娘，你们要护航，护这种方式是对的吗？周杰伦贩卖才艺，然后人家给钱，哪里是乞丐？他付出了劳力获得的钱，哪里是乞丐？今天说补助是什么？补助你不用付出劳力，你只要付出申请书，而且付出申请书本身就是你在申请前的一个必要工作，前置工作。这一幕，这个人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啊？哎呀，这不就小舒雅吗？看到有伤患，他可能断肢什么的躺在地板上。原来这就是你呀！看到有伤患，他可能断肢什么的躺在地板上。黑熊 CPR 在树枝跟地板呈现 L 型的那一个 CPR， 我们那时候就说怎么可能有护士连这个都不懂？转角遇到爱，原来黑熊所谓的专业的训练，专业人士的训练，原来是找小舒雅呀！哦哟，真的是一人分饰多角哦。CPI 人要躺平，这是会死人的，这针压下去会死人的。灾难爆发的时候，要在很短的时间，又是在很危急的时候、紧张的时刻，要做出正确的动作啊！这个本来就是需要反复的练习。所以呢，大家就开始连连看了。参与学员杨舒雅，黑熊学院啊，救助伤患杨舒雅是吴丽华办公室，全部大师兄回来了，一切都回来了，原来都是舒雅。转角遇到熊，还记得吗 ？Holy Land， 我塞，不是大师兄回来了，世界线又收束了。Holy Land， 中国深圳的厂商。黑熊就是中共的组织了，我看黑熊应该是被中共给渗透了，他超爱用的，有没有 ？Founding 深圳的企业，黑熊敛财学院台湾的悲哀呀、Trade 上面被骂爆了。黑熊不如教大家怎么 CPR 算了，这不是要饭创作歌手同一人吗？被救护者的手放胸膛，他手上压，以前没学过这是新招式吗？哦，健康无虞的人做 CPR 想害死他吗？就被人家酸什么？这就是在演戏嘛！奉旨起实啊你啊，有牌的兄弟啊，合法要饭，饶舌歌手。我对民谣这失望透顶了，你们就继续堕落吧。有些人花了机会就特别奇怪，合法的要饭不要吗？真香，反正我就主打我一个能要饭的概念，我能要多少饭就是我来要。民进党青年部的第一集，可能是因为犯错了，民进党青年部疯狂洗地，不敢发第二集。吴丽华不是很硬哦，跑去骂黄国昌、傅昆萁，就是不面对第二集。我期待的第二集在哪里？我的钱呢？当今天蓝白合力指责文化人是在要饭的时候，其实正是显示出台湾社会对于文化人有多么的不尊重以及不理解。反倒是陈玉珍委员很会利用自己立委的职务去跟中国要饭。我作为一个文化人才想请陈玉珍委员收起你跟中国要饭的碗。这位杨小姐如果要当创作者，就专心的当创作者，不要一边要当立法委员的助理，用立法委员的权势违反公职人利益冲突回避法来借着权势要来取得补助款，另外一方面又要用黑熊学院这个名义来取得相关政府的补助。当个专精的创作者才会有成就。简单来讲，民进党的现在整体的这个状况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已经认定国库就是他的党库，党库就是他的内库，所以他们认为从国家拿任何的钱都是应该的，他们就是可以拿这些钱，这是他们应得 ，they deserve it， you know？ 我觉得变成这个歌手出来之后，很多年轻人会看嘻哈，但是就会变成会被带错风向。那个大嘻哈时代2的话，就照他所说，这个是完全是文化部来补助的，不是一开始不是。我觉得补助歌手没有错，但是他一开始的出发点是
对的。就是到后面，我觉得看到这件事件之后，我已经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补助这种东西了。对，好，收你爸妈的税金，觉得自己的钱都花在这种地方很没意义。因为我觉得最大的对比就是我们自己，你没有硬实力，你早就在这个赛场被淘汰。他如果没有立委收留他，如果没有补助的话，反正嘴巴都长在他身上，要么就是作为政党的打手，要么就是出来唬烂。